今天來開箱這一支萬用珐琅鑄鐵生鍋，帶你們做出鐵板綜合煴菇，還有超下飯的茄汁紅酒燉雞。歡迎收看克里斯餐桌，我是 Chris。沒有最好的工具，只有適合你的工具。這是我一直傳達給各位的觀念。專業廚師用的工具，有時候不見得適合家庭使用，因為技術可以彌補硬體上的缺憾。那在家做菜還是以舒適方便為首，對吧？那回想到我以前在餐廳工作的時候，我總喜歡用一種比較深的單把湯鍋，類似像這一種，這是示意啦，它就長這樣子。它有點厚度，可以炒，也可以燉煮。它缺點是那一種是鋁做的，不耐酸，用途有限。當然有不鏽鋼版本的，像我手上這種就是，它基本可以解決你大部分的問題。那你知道，當你滿足了現況以後，就會發現新的問題。第一個，它們都一樣，都是這種垂直面的，而且很深。當你用鍋鏟在裡面炒的時候，像這樣子就會有死角。那第二個呢，不鏽鋼加熱慢就算了，要蓄熱能力也不如鑄鐵。那鑄鐵鍋就近乎完美了，但不是平的就是深的。所以呢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以鑄鐵鍋為出發點，滿足我上述的需求，不就能做出一把真正意義上的萬用鍋嗎？這一把鍋還真的讓我做出來了。這就是由我克里斯親自參與研發的萬用珐琅鑄鐵生鍋。24公分在平底鍋上是最常見的尺寸，我們把深度做到7公分，就能容納更多的食材。這鍋壁傾斜角度跟轉角弧度，我們可是有考究過的。它適合市面上大部分的鍋鏟弧度，讓你炒菜的時候能游走自如，沒有死角。鑄鐵表面使用珐琅塗層，珐琅是已知最安全無毒，可以使用在鍋具上的材質。珐琅的默氏硬度大約在5到6.5，大概跟我們的不鏽鋼差不多，非常耐用。而且我們的珐琅還有通過德國 LFGB 檢測。來科普一下德國 LFGB 檢測，大家應該都聽過美國的 FDA 檢測吧？那其實這兩者都是食品接觸材料的測試標準，但是 LFGB 規範更全面，標準更高。它涵蓋了很多項檢測，包括感官測試，確保產品不會有異味，也不會影響食物的味道。這一點在 FDA 標準中就沒有強制要求。化學測試，測試產品不會釋放出特定有害物質，比如大家熟悉的鉛、鉻、雙酚 A、塑化劑、甲醛等等。其他測試如重金屬釋放、特殊化學物質釋放、總遷移量測試等，全面確保食品接觸安全。這也是目前歐盟最高標準的食品安全檢測之一。能通過 LFGB 代表我們的珐琅塗層真的很安心。那這邊有個細節鍋緣通常許多廠商不會上珐琅，因為這裡經常會跟鍋蓋摩擦，這個我能理解啦，但是它會生鏽所以呢，我連鍋緣都上珐琅，這就得講到我對鍋蓋的用心了。鍋蓋使用透明玻璃包着矽膠邊，你能清楚看到鍋內狀況。而這個鍋蓋其實我花了更多時間研究，我只有3個訴求：1. 密合性要好；2. 透氣性要好；3. 貼上去要舒服。光是前2點聽上去就很矛盾了，對不對？我們蓋鍋蓋就是為了要聚熱嘛，所以密合性要好是一定要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湯汁滾了，是不是就很容易產生撲鍋突沸？光靠玻璃蓋上面這個孔，它是來不及泄壓。那這個大部分的鍋蓋都有啦，但你也不可能把它挖大一點吧？所以呢，我們在邊緣2側做了隱藏透氣孔，在初期使用，蒸汽會從主孔慢慢排出，後期蒸汽累積多了，壓力變大，就會從側邊最薄弱的地方鑽出去，形成2段泄壓，這樣子就能有效防止突沸。加上邊緣選擇矽膠材質，對鍋身的貼合性較高，使用上的體感較為舒適，不會有金屬摩擦、硬碰硬的不適感。站立鍋蓋雖然不是說什麼新鮮事，但還是有細節。我把支架寬度稍微加寬到能接受的範圍，讓站立更穩，不容易搖晃。至於這個往前翹的地方，是可以讓你抵住拇指的緩衝區，這要看使用習慣。我知道有些人的拇指無處安放，因為這是鑄鐵鍋，有一定的重量，把手我特別選用鈍形，這會比較貼合手掌內側，可以提高穩定性。加上它櫸木材質有良好的止滑效果，也帶來溫潤的手感。至於鍋緣前端有一個小耳朵，這是我精心設計的廁所把，可以讓你煮完直接端上桌。沒錯，直接連鍋帶料整個端上桌，便是我設計這一款鍋的初衷。因為大部分使用鑄鐵鍋的習慣，總是會煮完直接端上桌。
鑄鐵的強大蓄熱能力，讓你吃的每一口都是溫暖的。下面我依照經常使用的料理方式，做幾道簡單的料理，讓各位體驗它強大的萬用之處吧。首先，我們得清楚，開鍋它不是一個儀式哦，它只是一個新鍋的清潔流程，目的只是要把工廠帶出來的灰塵或者防鏽油給去除掉。好在嘞，珐琅本身就可以防鏽了，所以我們只需要水開下去，來點洗碗精。對的，沒錯，細點喝啊，這簡單。由於珐琅的硬度跟一般陶瓷碗盤差不多，所以我們用陶瓷碗盤專用的菜瓜布洗就好。你也許會聽到很多賣鍋子的話術，告訴你珐琅很耐刮啊什麼的，但你就試想一下，家裡是不是有很多老舊的碗盤，因為總是用不適合的菜瓜布洗而累積很多刮痕，而且也變得越來越難洗乾淨了呢？沒錯，愛護你的珐琅鍋就從菜瓜布做起吧。用一條你專門擦鍋子的毛巾擦去多餘的水分，它只擦鍋子不擦別的，然後放到爐台上開小火烘乾，你要正放或倒蓋都可以，只要把水分烘乾就可以關火了。好啦，這樣子鍋子基本上就能用了，是不是超簡單？至於珐琅鑄鐵鍋到底要不要養鍋，我個人通常不養，但如果你想養鍋的話，就看下一個章節。養鍋用一般的植物油也可以，但是有更好的選擇，亞麻籽油還有葡萄籽油。相信大家都聽過，養鑄鐵鍋用亞麻籽油，因為亞麻籽油屬於乾性油，它不耐高溫，加熱後容易產生氧化跟聚合。但由於它乾得太快，怕新手操作會來不及，所以我更推薦用半乾性的葡萄籽油，相對友好。倒一點點下來，哎呀，太多了。這些油只要能塗滿鍋子表面就好，每個角落都均勻塗到，多操作幾次你就能拿捏分量了。然後拿一張餐巾紙把多餘的油擦乾，要擦到只剩薄薄的哦。這兩個動作免不了，因為鑄鐵鍋的表面粗糙，如果一開始用擦的，你很難把油浸潤到每一個細縫角落。擦到像這樣子薄薄的有油亮的感覺就好。接着開大火，並且按下計時器作為參考，利用高溫將這層葡萄籽油快速的氧化並且聚合，這樣就能形成一層堅固的油膜，就是你們俗稱的養鍋啦。很快的，大概1分鐘左右就起煙了，這代表油脂已經氧化了。如果是亞麻籽油會更快哦。來，關火吧，移到旁邊讓它慢慢降溫，利用餘溫讓油脂繼續氧化聚合，這過程比較長哦，大約需要20分鐘。就說鑄鐵非常能蓄熱嘛。等到降溫的手摸了不會燙，再進行水洗，主要是刷洗掉可能多餘尚未氧化的油脂，還有你擦油過程掉下來的毛屑。這邊開始就別用洗碗巾了哦。降溫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珐琅很硬，我們不要讓它承受太劇烈的溫差，不然有可能會裂掉。這一點在任何名牌的鑄鐵鍋都一樣哦。洗好就去旁邊烘乾，拿去旁邊的瓦斯爐烘乾。到這邊為止就完成一輪養鍋步驟。第一次養鍋建議你重複操作2到3輪。養出來的鍋就能達到你追求的咕溜不粘。那就算其實不養鍋，單憑它的珐琅塗層，平常的料理煎肉都不會有粘鍋的問題。但是唯一面對煎蛋，你不養鍋就是怎麼煎怎麼粘。所以要不要養鍋，取決在你的用途。那現在既然都養好了，就直接煎一顆蛋給你看，跟平常煎蛋一樣哦，熱鍋熱油，直到表面開始起油紋，下一顆蛋。煎蛋的條件之所以會比較嚴格，是因為蛋本身就是一坨會流動的蛋白質啊。但凡你鍋子有任何不平整的細縫，它就很容易卡進去，造成粘鍋。看吧，現在蛋還沒有定型，我就可以輕鬆的剝動蛋白了。行了，這顆蛋肯定不粘，撒點鹽調味。那你們不要期待我會像中式炒鍋一樣拿起來滑來滑去哦。拜託，這是鑄鐵鍋別幹傻事。頂多拿鍋鏟這樣子推來推去沒問題啦，畢竟鑄鐵鍋的表面是粗糙的啦。再不然就是這樣子滑給你看，只是有點卡。好啦，想看就滑給你們看啊，當做重訓。看吧，底部脆脆恰恰的荷包蛋多誘人啊！最後再淋一點鐵板燒醬，就可以開飯啦。當你入手的第一次鑄鐵鍋，第一道料理我超級推薦菇類料理。鴻喜菇如果不修改長度，像這樣子推一推就散開了。白精靈菇其實就是水白菇的同種異名啦，只是長大了點而已。你可以下1刀或下2刀修改一下長度就好。袖珍菇最簡單，用手撕就好，撕一半就好了哦，撕太多下沒有意義。主要是把肥厚的菌柄撕開更容易受熱。再搭配一點蒜頭跟洋蔥，再來點九層塔，要紅骨了才香啊！摘好的九層塔泡水備用。開中火熱鍋，待會要先從菇類開始炒，所以溫度要拉高一點。
而鑄鐵鍋判斷溫度的方式並不太適用於萊頓福倫斯特現象哦，就是你們常看到水珠在鐵鍋表面滾動的狀態，因為這個現象只適用於光滑表面。鑄鐵鍋的粗糙表面會增加與水珠的接觸點，讓水珠表面的蒸汽膜很容易被打破，增加蒸發的速度。不過只是蒸發速度快而已，不代表沒有。仔細看，水滴下去還是會形成水珠，掙扎幾下才離開。這時鍋子就已經夠熱了哦，也不用管菇類會吸很多油這些事哦。相信我，下一點油就好。C， 油下鍋以後，轉幾下油溫就馬上升高了，看鍋子有多熱，大把大把下，塞滿它，不用客氣哦。因為鍋子有足夠的熱能了，我們維持中火就好。待會視情況再慢慢轉小。大約經過2分鐘，鍋內的菇菇開始軟下去以後，就可以下洋蔥了。洋蔥水分比較多，可以早點下。當然，如果你前期覺得空間夠的話，也可以跟菇類一起下就好。繼續炒到洋蔥都軟了，就可以下蒜頭啦。這時候也可以撒個鹽做個底味，順便來點胡椒。持續炒1分鐘，菇類會持續縮小，同時鍋內的香氣也會大幅提升。再撈起來檢查一下，大部分都上色了哦。9層塔下來，米酒繞個2圈，鐵板燒醬連個2圈。如果沒有的話，用黑滷也可以。鐵板燒醬跟黑滷我節目都有教過，各位可以搜尋一下。趁着蒸汽上來的時候，趕快翻炒，可以關火了，用餘溫就足夠了。如果你想加點辣椒作為配色的話，就可以在這個時候下。那如果你想吃辣的話，就早點下而已，很簡單。好啦，鐵板燒醬接觸鍋底的味道上來了，9層塔也熟了，就可以起鍋啦。好啦，這就是我為各位推薦的第一道料理——鐵板綜合燻菇。利用鑄鐵強大的蓄熱能力，加上這支萬用鑄鐵砷鍋的獨特設計，讓菇菇們被高溫全面包覆，更快製造出梅納反應，產生香氣。所以看到這邊，不要再說什麼鍋子很小之類的哦。雖然它只有24公分的直徑，7公分的深度，但是記得它是斜向開口的平底設計哦，這能夠更全方位的傳遞熱能，加快水分揮發速度，提升你料理的效率。就算我們剛剛塞滿一整鍋的菇菇，也可以很快就炒熟扁它了。說到要煎要燉的料理，我首推這道茄汁紅酒燉雞，這是我參考自獵人燉雞還有紅酒燉雞的做法，一樣有番茄跟紅酒，但我的做法更隨心，應用範圍更廣，你可以加入各種蔬菜進冰箱。這道料理準備起來非常簡單，因為是要燉煮，不需要追求刀工老少咸宜，娃娃菜半顆就好了。沒錯，這也是娃娃菜。這邊科普一下哦，你們市面上看到那種1包4株小小的娃娃白菜，那些產地都是來自中國跟越南，而這個是台灣種的娃娃菜，至少老闆這樣子說啦。但我吃起來真的是娃娃菜的口感哦，不是什麼迷你的山東白菜。簡單做個勤前教育，待會一定是先煎雞肉，再開始炒辛香料、大蒜、紅蔥頭、洋蔥也可以一起下。蔬菜還有根莖類不用炒沒關係，除了甜椒，有炒過跟沒炒過味道差很多。液體類的調味總共有4個，我們先下紅酒或番茄醬，我們需要它收乾的味道。最後才是番茄跟高湯，它們是用來燉煮的主要液體來源。開火熱鍋熱油，直到產生油紋後就可以下鍋了。雞肉下鍋前請務必把表面的水汽擦乾，哪怕是血水或者冰箱帶出來的水汽都好。記得雞皮要朝下哦。下鍋以後維持中小火慢慢煎就好，直到皮像這樣子油脂逼出來恰恰以後就可以翻面了。這時鍋裡也會有足夠的油，騰一點空間放辛香料。反正肉要煎很久，你可以利用時間多做一點事。甜椒也下來好了，慢慢炒。一邊煎一面觀察，有完整上色比較小塊的雞肉就可以慢慢夾起來了。這塊好了，這個也好了。由於鑄鐵鍋有強大的蓄熱能力，所以這時候我們只要維持小火，把鍋內的食材炒上色就好了。炒起來會像這樣子，帶有雞肉、大蒜、洋蔥等辛香料的味道。好的，煎炒類的食材到這邊告一段落，接下來就是堆疊醬汁。番茄醬先來吧，這邊下了大約50公克。番茄醬在冒泡了哦，看這鍋底多燙。開始拌炒後會有大量水汽揮發，我們要趁這時候一邊收集鍋底的焦化物，直到水汽減少，番茄醬變得很乾，也會產生新的風味。這時候紅酒進來，大約能補滿鍋底的量就夠了。趁這個時候，我們再一次收集鍋底的焦化物。你可以在這時候連同根莖類一起下鍋，反正都還有空位。繼續炒，持續收乾水分，直到像這樣子很乾很乾的時候，終於輪到番茄啦。但是不要全下哦，我們下個半罐就好。
番茄肉太多，你整鍋煮起來會很像一坨。一樣先把番茄炒開，讓它有個香氣出來。我們裡面已經有肉味、菜味、番茄醬、紅酒等等的香氣，再用這一點番茄做成湯就可以燉啦。高湯進來，全下，撒點鹽做底味，加糖平衡酸度，下個2匙，來點胡椒、百里香、月桂葉，醬汁都沒問題的話，雞肉就可以回來啦。最後別忘了娃娃菜，直接鋪在上面，蓋上鍋蓋，轉小火。讓它慢慢燉個20分鐘就好啦。初期的蒸汽都可以從玻璃蓋上的孔排出，直到壓力累積比較多，就會從兩側的隱藏排氣孔排出，形成2段洩壓。這樣子你在長期燉煮的過程就不容易撲鍋啦。好了，時間到，顏色應該會呈現這樣子哦，帶點咖啡色的感覺，相較燉煮之前就沒那麼紅了，那是因為已經融入了各種味道的哦。那麼在這邊你可以依照喜好，看要不要再濃縮一點點，不用太久，你可以先試個5分鐘看看。5分鐘後的成果大概像這樣子，用鑄鐵鍋縮醬汁還蠻快的哦，因為鍋壁夠熱。好啦，這樣子就可以上桌啦。再來點百里香，點綴一下，裝個樣子。買了新鮮的香草就是盡量用啊，如果你自己種的話，它會跟草一樣多到你用不完哦。好啦，這就是我推薦你們的第2道料理——茄汁紅酒燉雞。像這種需要煎炒又需要收乾各種醬汁做味道的堆疊，還需要加湯加水做燉煮，這種珐琅鑄鐵生鍋就再適合不過啦。而且鍋壁是斜開口設計，這對於收汁還有揮發水分的效率會特別好。搭配精心設計的鍋蓋，讓燉煮的效率大大提升哦。至於這一道香濃的茄汁紅酒燉雞怎麼吃嘞？當然是配白飯啊！這種帶有香濃醬汁的料理，不配白飯怎麼行啊？你說是不是？雖然醫生叫我少吃點白飯就是了。別忘了剛剛的荷包蛋哦，讚啊！一個套餐就該整整齊齊的啊。